新生婴儿长着80岁的容貌，母亲因她难产去世，父亲将她视为不祥的怪物，把她丢在了养老院门口。幸好善良的护工收养了她。医生帮本杰明检查了身体，明明是刚出生的婴儿，却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白内障，身体机能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。转眼本杰明7岁了，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衰老，因为患有各种老年病。本杰明的童年都在轮椅上度过，他渴望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肆意玩耍，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对他来说却是那么遥不可及。这天，本杰明问护工妈妈自己还能活多久，妈妈告诉他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。他鼓励本杰明要勇敢地面对生活，感恩现在的每一天。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，本杰明竟慢慢学会了走路，虽然过程很艰苦，但从此告别轮椅还是让他欣喜若狂。本以为自己将在养老院孤独终老，然而一个女孩的出现却改变了本杰明的一生。玛丽有着一双湛蓝色的双眸，这让本杰明对她一见倾心。虽然他们的外貌相差几十岁，但内心却没有任何代沟。玛丽每个周末都会来养老院看望奶奶，而本杰明总是陪在她的身边。他们会在晚上偷偷钻进桌子下面。玛丽告诉了本杰明很多关于外面世界的趣事。You're different than anybody I've ever met. 同时，他也对本杰明充满着好奇。然而，他们过于亲密的举动很快就被奶奶发现。见孙女和一个老头鬼混在一起，奶奶愤怒地把玛丽赶回房间，然后对着本杰明一顿呵斥。她认为本杰明有着特殊的癖好。Be ashamed of yourself. 可奶奶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老人不过是个12岁的孩子。此后，奶奶便不让玛丽和本杰明玩耍，这让本杰明十分伤心。他头一次体会到被别人歧视和误解。不久后，妈妈生下了他自己的孩子，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照顾本杰明。好在养老院还有一位老奶奶对本杰明十分疼爱，她会教本杰明弹钢琴，还会给他剪头发。老奶奶告诉本杰明 Benjamin, we're meant to lose the people we love. How else would we know how important they are to us? 此时本杰明还不明白老奶奶的话。然而在一个平静的午后，老奶奶却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这让本杰明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他的生活也变得暗淡无光。可奇怪的是，他的身体却不再衰老，不仅皮肤变得光滑紧致，就连肌肉也开始重新生长。本杰明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很快，本杰明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，他决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父母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，妈妈叮嘱本杰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得知此事的玛丽也追了过来，她舍不得本杰明离开，却又找不到理由让他留下来。于是他们约定，每次本杰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就给玛丽寄一张明信片，这样玛丽就知道他是安全的。本杰明拿着行囊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。在一次机缘巧合下，本杰明应聘成了一名水手，他在船上负责一些杂活，船长带着他前往世界各地冒险。本杰明对眼前的一切充满着好奇。这天，一名富商找到了本杰明，他询问着本杰明的近况。本杰明还不知道，眼前的男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。父亲因为愧疚并未和他相认，分别时父亲喊住了他。Would you mind if, time to time, I stop by and said hello? Anytime. Good night, Mr. Bud. Good night, Benjamin. 转眼又过了10年，如今的玛丽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，如愿考上了一所著名的舞蹈学院，并成为学校芭蕾舞团的重要成员。玛丽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本杰明。此时的本杰明还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上。很快他就给玛丽写了回信，可信上的内容却让玛丽的心情跌入谷底。原来本杰明告诉玛丽自己恋爱了，对方是一名气质优雅的女性，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，经常在一起聊到通宵。本杰明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，可当对方得知他会越来越年轻后，却选择了不辞而别，只给本杰明留下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着遇见你真好。不久二战爆发，本杰明所在的轮船被军方征用，他不得不结束了自己船员的生涯。本杰明决定回养老院看看父母。妈妈激动地抱住本杰明，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可32岁的本杰明却越来越年轻，这让妈妈惊讶的同时感到不可思议。此时的养老院早已物是人非，曾经的那些老人已经相继离世，就连他的父亲也在1个月前因病去世了。本杰明为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而感到遗憾。玛丽得知本杰明回来，迫不及待地来到养老院，她一时间竟没认出本杰明。 Oh my God. Of course it's you. Benjamin. 玛丽热情地和本杰明相拥在了一起。如今两人的外貌似乎十分合适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。玛丽讲述着她的舞蹈生涯，这让本杰明一时插不上话。他们就像是2个世界的人一样。饭后，玛丽为本杰明跳了一支舞，这是她专门为心爱之人排练的。可本杰明知道此时的他配不上玛丽，所以当玛丽向他表达爱意时，本杰明选择了逃避。玛丽以为本杰明不喜欢自己，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。这天，本杰明的亲生父亲找上门来，多年不见，父亲憔悴了很多。原来他已经到了癌症晚期。他把本杰明带到了自己的纽扣工厂。 Benjamin, you're my son. I'm so sorry. I never told you before.
Your mother died, giving birth to you. I thought you were a monster. I promised your mother I'd make sure you were safe. 父亲希望得到本杰明的原谅，他想在自己走后把遗产全部留给本杰明。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本杰明难以接受。父亲带他看了亲生母亲的照片，给他讲述了关于自己的身世。本杰明知道这些年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，他不想父亲带着遗憾离开人世，于是本杰明最终选择原谅了父亲。父子俩静静地坐在海边，随着太阳缓缓浮出水面，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本杰明为父亲举行了简单的葬礼，妈妈希望他能勇敢地追求幸福。于是本杰明找到玛丽，想要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。可此时的玛丽身边却已经有了男友，或许是为了报复上次本杰明的拒绝，玛丽故意和男友举止亲密，这让本杰明十分尴尬。最后他默默离开了这里。本杰明回到了妈妈身边，帮她打理着养老院。本以为他和玛丽之间不会再有交集，可这天一封玛丽好友的来信，让两人再续前缘。原来玛丽不幸遭遇了车祸，一条腿被撞得严重骨折，即使痊愈，她也不可能再重返舞台。几年不见，本杰明却变得越来越完美。他希望玛丽能跟自己回去，并承诺会照顾她一辈子。可玛丽不想成为他的累赘，也不想让本杰明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。玛丽让本杰明别天真了。 We are not little children anymore, Benjamin. Stay out of my life. 为了不耽误本杰明，玛丽恶语相向地赶他离开。但本杰明并没有真正离开，他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，默默守护在玛丽身边，直到她康复出院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这天，玛丽突然来到养老院，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他们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甜蜜。与此同时，本杰明的妈妈因病去世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不知所措，他甚至没来得及和妈妈好好告别。本杰明知道玛丽一直有个舞蹈梦，于是他给玛丽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。这一年，本杰明49岁，玛丽43岁，他们终于在人生的终点相遇。 We are almost the same age. Finally caught up with each other. 两人站在镜子前，想要记住这奇妙的时刻。玛丽告诉本杰明自己怀孕了，本杰明惊喜的同时，更多的却是焦虑。他害怕孩子会遗传他的基因，和他一样承受逆向的人生，而且他担心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孩子，无法承担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。可玛丽却一直安慰着他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会和本杰明一起面对。两人做好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准备。庆幸的是，他们的孩子十分健康。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，本杰明却越发变得担忧起来。他不想自己以后成为玛丽的负担。 Can't raise the both of us. 于是，在为女儿举办了第一场生日聚会后，本杰明变卖了父亲留给他的所有家产。这些钱足够玛丽和女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玛丽察觉到了本杰明的意图，可她却不知该怎么挽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离她而去。当他们再次相遇已是10年之后，62岁的本杰明看上去只有17、18岁。玛丽终于理解了他当初的决定。 You were right. I couldn't have been raising both of you. 他问本杰明为什么现在回来，本杰明说他只是想妻子和女儿，所以回来看看，并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。此时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身边也有了疼爱她的父亲。看着幸福的一家3口驾车离开，本杰明内心满是欣慰。转眼又过了10年，此时玛丽的丈夫已经去世。这天，她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，说有一个小男孩想要见她。她知道那是本杰明，于是马不停蹄地打了过去。工作人员说，在一间废弃的房屋发现了他。72岁的本杰明如今成了7、8岁的孩子。可不管他怎么变化，身上始终带着一本日记，上面记录着他和玛丽相识相爱的点滴。严重的老年痴呆让他忘了自己是谁。本杰明说他好像活了很久，但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为了更好地照顾本杰明，玛丽也搬进了养老院。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本杰明。渐渐，本杰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80岁的他成了一个2岁的宝宝。他喜欢躺在玛丽的怀里睡觉，睡醒了玛丽就牵着他的小手一起散步。直到本杰明变成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突然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玛丽知道这一刻本杰明认出了自己。本杰明看着心爱之人缓缓闭上双眼，结束了他这传奇的一生。一个情侣间经常问的问题再次响起：当我满脸皱纹的时候，你是否还会爱我？当我变成孩子甚至尿床的时候，你是否还会爱我？这部电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